财神爷的来历竟然跟一副小小的麻将有关。恰逢天上的王母娘娘大寿，众神仙都在思考准备什么样的礼物。张天师在一旁侍奉，听见迷迷糊糊的王母提到寿桃，立马心神领会，吩咐徒弟打造一个纯金寿桃。而张天师的徒弟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公明了。给王母祝寿，那必须要有诚意，用法术变出金银是不允许的。哪怕他是神仙，也只能老老实实思考凡人的赚钱办法。可俗话说了，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凡是想挣大钱，那也得有门路。赵公明一门心思走正道，对此很是惆怅。而他的兄弟左道就如鱼得水了。虽然赵元帅告诫他不得用旁门左道筹集钱财，但耐不住左道有惊世智慧。在巧遇流浪的天尊之后，两人想出一计，将麻绳变成麻将，并在民间推广，他们从中抽水，很快就赚到了大量金银财宝。赵公明知道了，很是生气。即便最后靠着这小小的一副麻将成就财神，但此刻在他看来，这就是歪门邪道。左道听了很不高兴，两人虽然是兄弟，但恩怨却由来已久。洪荒时期，时日凌空，后羿拉弓搭箭，一一射爆。赵公明跟左道就是陨落的金乌所化，只不过赵公明运气好，完全蜕变成凡人，被张天师收为徒弟，而左道却是半人半妖，即便非常想位列仙班，却上天无门。就这样过去了几千年，赵公明已然成仙。为了拯救动凡心，失去法力，被凡人囚禁的天尊，赵元帅带着小仙女特意下凡。两人在客栈卖艺筹钱的时候，一阵阴风突然袭来，黑暗中浮现出邪魅的身影。赵公明万分戒备，然后发现来人竟是左道，好歹也是一起当太阳的好兄弟，多年未见，感情依旧火热。左道请求他带自己上天，但却被赵公明婉言拒绝。于是乎，小心眼的左道就把小仙女掳走了。赵公明回去查看的时候，床上只有一张留言。左道阴恻恻的身影浮现，被他算计了吧？要想小仙女安然无恙，就举荐他上天成仙。赵公明气得牙痒痒。另一边，小仙女昏迷，被安置在破庙里。好巧不巧，两个路人路过，看到美若天仙的小仙女，瞬间打起了歪主意。左道外出归来，看到空空如也的破庙，立马意识到大事不好，天可怜见，他只是单纯的想成仙，一点害人的心思都没有啊。这时候，一个醉汉稀里糊涂地闯了进来。左道大怒：“是不是你干的好事？”夜游神很懵逼，他是无辜的，只是四处游荡，履行职责罢了。左道大失所望，没了小仙女，他的成仙之路算是泡汤了。而更让他烦恼的是夜游神，在见识到左道的厉害之后，小伙子就死皮赖脸缠着他拜师。无论左道走到哪儿，他都亦步亦趋地跟上来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第一时间奉上。左道心思一动，施法将酒杯一分为二，酒水不洒，喝掉了半杯，剩下的给予夜游神。你以为他是准备收徒吗？这老家伙可是蔫坏的，张嘴就吐出了半杯酒，这玩意儿是掺料的。夜游神被整得惨兮兮，但却依旧锲而不舍。听见左道感觉无聊，身为夜游神的他立马去寻找乐子。城市的夜晚都是寻欢作乐之人，他身为夜游神，见识自然不一般，很快就找到了好去处——怡红院。左道一听就炸了，他可是正儿八经的道长，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女孩们已经很可怜了，他怎么能再去火上浇油？但夜游神却说了，小姐姐们怕的就是没有生意。他之前打听消息，发现老妪对生意不好的姑娘非打即骂，照顾一下才是正道。左道一听有道理，可问题又来了，他这身衣服没法见人呢。不得不说，夜游神实在是个贴心的徒弟，二话不说就去搞事儿，从县令大人那里弄来一套官服和若干银两，可这却惹怒了左道，偷人钱财还想当他徒弟，找打。不得不说，此时的左道还是蛮不错的，起码有点道德底线，虽然不多就是了。夜游神一番劝说，这都是县令搜刮的民脂民膏，他们去消费掉，那就是还给百姓。左道一听有道理，乐乐呵呵就去逛窑子了。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笔钱是赵公明用来打点县令，好拯救可怜的天尊的。天尊这位仙人之齿，现在还在大牢里关着。怡红院道长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这种地方，心情那是万分的激动，吩咐老鸨赶紧上人，但无奈都是庸脂俗粉，左道根本看不上，把银子撒了一圈，就当是做善事了。老鸨见状，直接放大招，推出来一位绝世天仙，除了暂时昏迷，一切都很符合要求。左道激荡万分，定眼一看，却傻眼了，这不是小仙女吗？怪不得他四处都找不到，原来是被你们弄走了。左道大发雷霆，狠狠教训了老鸨一顿，小仙女这才侥幸保住一命，收获了意外之喜。
左道便准备继续回归正轨。而此时的赵公明正在想方设法拯救天尊，该疏通的关系他都已经疏通了，却不曾想那县令翻脸不认人，宁愿把老婆给踹了，也是拒绝放人。脸色难看的赵公明一出来，正好撞见讨要好处的左道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施法变出一支红缨枪，就要与对方大战300回合。凭着熊熊的怒火，赵公明率先占据上风，但左道厮混多年，老辣无比，抓住机会就反败为胜，两人就这么互相撕扯着越走越远。而在破庙之中，夜游神乔坤对小仙女越看越喜欢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？师傅什么的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。他要悄悄放走女孩，最好能找机会一起私奔。趁着左道外出办事，夜游神收拾行李就准备跑路。他拿出眼罩遮住眼睛，只有在黑暗之中，他才有法力。小仙女趴在男人背上飞行，感到无比的开心。两个人的跑路可害惨了左道。张天师亲自下凡给徒弟出头，照妖镜一出，谁与争锋？可忽然镜子飞走了，其实这玩意儿是张天师偷来的。左道哈哈大笑，笑得无比猖狂，然后就被张天师教训了。没有镜子，他也无敌的强悍。傻眼的左道只能乖乖屈服，结果回到破庙就更傻眼了。赵公明二人暴打了他一顿，然后继续用法术搜寻小仙女下落。这一次倒很顺利，双方胜利会师，只有夜游神比较倒霉。一听是左道弟子，张天师二话不说就揍了他一拳。反应过来之后已经晚了，可怜的家伙直接被丢到荒郊野外。第二天才让便宜师傅给挖出来。大牢之内苦逼了好久的天尊大神终于找到了机会，利用好不容易恢复的一点点法力，趁着夜黑人静越狱跑路。本想出来后跟心爱的女孩重新开始，结果却听见岳父的嫌弃。一个越狱的通缉犯，又有谁会喜欢呢？天尊很是难过，直接不辞而别，四处流浪。做神仙做的比凡人还落魄，也是没谁了。天尊在这里为情所困，天上的张天师却要承受王母的死亡凝视。之前飞走的照妖镜其实是王母的法宝，现在他是异常的尴尬。不过幸好王母宽宏大量，马上他的寿辰就到了。张天师趁此机会提出打造一枚黄金寿桃为其祝寿。金银财宝虽然听起来很俗，但在不能用法力的情况下还是挺让人头痛的。于是张天师就准备去找徒弟分担一下。此刻的人间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赵公明正在大吃大喝。小仙女回来了，天尊离开大牢了，哪还有什么需要他操心？可好巧不巧，竟然遇见了左道。这位无良道士刚刚去县令府邸搜刮了一番，现在正准备变相的劫富济贫，好好享受一番。两人势同水火，一见面就大打出手。从饭馆打到野外，飞剑与法术齐飞，污言与秽语同骂。他们打得热火朝天，下方的夜游神跟小仙女却在划水。两人眉来眼去，就差把奸情写在脸上了，一个追一个逃，跑到看不见的地方继续亲密。忽然一道火球落地，张天师出现，将赵公明二人分开。王母苏醒，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左道在一旁嘴咧笑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。张天师见状，本着免费劳动力的想法，忽悠左道替他打工，弄一个大金桃给王母祝寿，说不定就能捞个一官半职，位列仙班。左道瞬间心动，于是前一刻还大打出手的两人，下一秒就握手言和，共商大计。可这群人都是穷鬼，对怎么赚钱一窍不通。左道原本打算靠老本行做法事赚钱，可百姓们实在穷得叮当响，那么求雨如何？话音刚落，就天降大雨。左道绝望了，根本不想理会赵公明这个混蛋。在海边溜达的时候，意外遇见了流浪的天尊，立马就把他救下带回家。其实天尊之所以那么容易出来，还是左道的功劳。秉承着救人成仙的朴素观念，顺手就把天尊给救出来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吐槽给王母的金桃。忽然间，左道想到了个好办法。最近风浪大，无法出海，渔民们都无所事事，时常打架斗殴，不如他们就发明一种游戏，用来打发时间，顺便从中抽取利润，好打造金桃。左道一边说，一边将麻绳变成小木牌。在天尊的帮助之下，很快3界第一副麻将就诞生了。这种东西对于凡人的杀伤力简直太大，不出3天就风靡大街小巷。左道定下规矩，从胜利者那里抽取一定利润，献给神明塑造金身，简直是日进斗金。当赵公明再次找
过来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。可听说了麻将的光辉事迹之后，赵公明很是愤怒，这种东西就是歪门邪道，看看大街小巷，人人沉迷麻将不可自拔，神仙能坐视不管吗？赵公明的做法就是撒钱，有多少就撒多少，但很快他就傻眼了，王母竟然亲自下凡，还点名要献上金桃，大多数赚来的钱都被霍霍完了，还剩下一点，勉强打造出一颗小金桃，也不知道王母能不能满意。等到王母娘娘下凡之时，一干人马都是忐忑不安，但结果却是皆大欢喜。王母很是满意，直接现场给众人封神，封赵公明为中路财神，封左道为偏财神，封仙官为力士仙官，封天尊为进宝天尊，封小书童为运财童子，并赐赵元帅送财玉如意，要他们造福人间。那么这群神仙会按照王母的指示好好造福百姓吗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